我们先来看外观啊，其实我一直都觉得好看的车它不一定卖得好，但是卖得好的车颜值一定是在线的。那比亚迪宋 Plus DM-i 这一套呢，它是用到了比亚迪最新的家族式的设计语言。我觉得即便是抛开3电系统的话，比亚迪这几年销量起飞，跟它的这个颜值是密不可分的。那么这辆荣威 D5X DM-H 呢，它整体的外观设计风格走的是这种很简约的路线。其实我觉得现在看车看多了，遇到这种很简洁的风格，再带一些科幻感的设计，也是很耐看的。所以呢，这两辆车的外观设计，你们更喜欢哪一种呢？其实两辆车内饰的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像比亚迪宋 Plus DM-i 走的是这几年比亚迪非常喜欢的中国风的设计。举个简单的例子啊，像空调出风口这里，你看它是用到了这种工字纹的设计，你能在很多古色古香那种建筑上见到这样的风格。包括整个内饰的风格呀、设计啊、用料啊，走的都是这种很温馨、很素雅的感觉，不会给到你那种很强烈的压迫感。那我们再来看荣威 D5X DM-H 的内饰，你会发现它会跟整个外观这种科技感的风格很一致。因为现在很多车型基本都是朝着智能化、朝着新能源的方向去进化，所以这种很有科技感的内饰风格也是很受欢迎的，是很简约、很大气、也很耐看的。那整个内饰比较打动我的点，就你看它的座椅，它会有不同材质的拼接，就会跟整个内饰这种材质拼接会进行一个呼应，所以不管它的乘坐舒适性啊、包裹感啊，以及在整个的视觉效果上，都会让你有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。那么说到智能化，其实很多人的第一反应都是车机系统，因为它就像是一个随车助手一样，尤其是现在这种用车环境，大家习惯性的把很多的事情都交给车机去做，比如说一些功能性的使用啊，或者说是询问路况啊，等等等等。那今天我们就来测试一下两辆车的车机到底谁更好用一些。我们来试一下啊！你好，斑马，我来了。把空调调到23度，打开车窗，导航到东方明珠。去第几个？第一个。稍等，规划好了。OK，13秒钟，它可以把我们3个指令都可以完全执行完，而且帮我规划了一条从这里到东方明珠的线路。我们来尝试一下连续输出几个指令，看看这辆比亚迪宋 Plus DM-i 的语音反馈到底怎么样啊？你好，小迪。Hello。空调调到23度，打开车窗，导航到东方明珠。温度设为23度了。OK， 温度车窗就立刻反馈了，但是它的导航界面没有执行。那通过刚才我们这个小测试呢，你会发现两台车的车机系统的反馈速度都很快，而且是支持连续指令输出的。你这边给出指令，那边就第一时间给出一些反应了。不过呢，宋 Plus DM-i 它有一点就是它的导航的设置是需要单独去语音呼唤的，相当于在日常的使用过程当中要多出一个流程。所以相比较之下 ，D5X DM-H 它的语音交互是更加的聪明和智能一些。其实大家这么想啊，我们去选择一辆插混的 SUV， 一定会非常看重这套混动系统。那么这辆比亚迪宋 Plus DM-i 呢，它是用到了 1.5 升的自然吸气的引擎，配合的 eCVT 的变速箱。然后这一套混动系统其实非常大的一个优势是在于，比如说我们正常驾驶，如果它电量充足的话，是电机在发力，这个时候发动机是可以休息的。那如果说是上高速的情况下，是发动机在频繁的介入，去弥补电机在高速时候的疲软。这就很像是两个人的打配合，谁更擅长哪一趴，谁就来负责。所以是一套非常聪明的方案。那么换到这辆荣威 D5X DM-H 上，它的这套混动系统呢是加入一台 1.5 升的涡轮增压发动机，它会相比较宋 Plus DM-i 那套发动机呢多了40匹马力，以及它还有2档 DHT， 所以增加了整个的齿比范围。这个其实就很像是我们平时骑自行车，那宋 Plus DM-i 呢就是没有变速的普通自行车，那 D5X 就像是加了变速一样，比如说你在爬坡的时候会更省力，包括你在平路的时候驾驶会更加的快一些。所以啊，在整个的加速能力上，包括在一些高速能耗的平衡上，其实 D5X 会更有优势一些，包括它的100公里加速也会比宋 Plus DM-i 要快1秒钟，它的100公里加速是6.9秒。那么在 WLTC 官方综合油耗以及馈电油耗这2项数据上，荣威 D5X DM-H 也会比宋 Plus DM-i 低了100公里0.7升。因为这辆车之前在海南岛做过一个环岛测试，它是跑出了一个1621公里的综合续航，它的100公里综合油耗是只有3.8升。这个数据其实是非常夸张的，也是侧面映衬出了这辆车的能耗做得很低很低。那么在电机架构上，两辆车都是 P1 加 P3 的电机架构，而且电机的输出功率是完全一样的。那荣威 D5X DM-H 它的电晶扭矩会稍微大一些。那比较不一样的是，宋 Plus DM-i 它的大电池版本的电池容量是18.3度，但是 D5X 它的电池容量是21.4度，所以呢，它整个的纯电续航里程会更长一些。就比如说你日常上下班的通勤里程是往返30公里，那这样的话，你2天充一次电就完全够用了。你想偶尔偷一下懒也是没有问题的。那么在整个的驾驶感受呢，这套混动系统整体的动力输出还是挺线性的，尤其是你经常面对市区那种走走停停啊、拥堵那种路况的时候，它的加速是非常流畅的，没有你讨厌的那种顿挫感。包括你在减速的时候，它也没有那种很拖沓的感觉。所以我觉得这辆车非常适合你经常在后排带家人啊、带朋友这样的一个情况，或者说你驾驶技术即便说没有那么的成熟，也不至于说让后排坐的经常的前仰后合。我觉得这个是很舒适的一种体验。那最后就是大家老生常谈的安全问题。这辆比亚迪宋 Plus DM-i 已经凭借着刀片电池证明了自己非常优秀的安全性能。那么这辆荣威 D5X DM-H 呢，也是获得了由中汽研颁发的 Top Safety 2024安全碰撞挑战证书。可以说这两辆车都在消费者非常在意的安全层面表现得非常的优异。其实总结来说就是好看、好开，包括混动系统的能耗啊、纯电的续航里程，这些是可以实打实的解决消费者痛点的。那么荣威 D5X DM-H 呢，它的上市权益价是10.98万起，可以说是在这个价位里面又多了一个新的选择。那么如果说你们也想在这个价位里面选择一台产品力还不错的插混 SUV 的话，这两辆车你们会怎么选呢？